人类遇到高级文明会是什么下场？请注意，本助眠视频耗时0.1秒制作，时长2400秒。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此刻，你或许正侧躺在床上，昏昏欲睡地刷着手机。窗外的夜色宁静而深邃，星光穿透大气层，在天花板上投下微弱的光斑。你可能从未想过，在那片你从未真正踏足的浩瀚深空之中，正有某种存在静静俯瞰着你，不是以目光，而是以某种你根本无法理解的感知方式。想象一下，你正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阳光正好，鸟语花香。突然，你的脚边出现了一窝蚂蚁，它们忙碌地搬运着食物残渣，建筑着精细的地下宫殿。你蹲下身，好奇地观察了几秒，然后你会做什么？选项 A， 试图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广义相对论，什么是量子力学，什么是爱情的本质。选项 B， 绕开他们，继续赶路。选项 C， 拿出随身携带的放大镜。我相信你的选择是 B， 为什么不是 C？ 因为现在是阴天。选 B 不是因为你冷漠，而是因为你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沟通的可能性。你们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感知系统，完全不同的信息编码方式，完全不同的意义框架。你试图和蚂蚁对话的认真程度，大概和他们试图用触角向你发送求救信号的认真程度差不多。现在，让我们把这个场景放大1000万亿倍。人类引以为傲的沟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们使用声波震动空气来传递语言，使用电磁波编码来传递信息，使用化学信号来表达情感。我们的感官被局限在可见光波段之内，我们的大脑被锁定在3维空间加1维时间的认知框架里。我们的智慧，说到底，不过是碳基生命在特定环境压力下进化出的生存工具。而高级文明呢？如果存在一个比我们早发展了1万年甚至10亿年的文明，他们的感知方式、信息载体、意义系统会和我们有哪怕一丝一毫的重叠吗？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哲学问题，而现代信息论给出了一个冷冰冰的答案：不可能。让我们引入一个概念，贝叶斯推断，这是统计学里最重要的思维工具之一。它的核心思想是，你对新信息的理解永远建立在你已有的鲜艳知识之上。如果你和对方没有任何共享的鲜艳概率分布，那么你们之间的信息交换在数学上就等于0。举个例子，如果你不懂中文，那么一个中国人用中文对你说1万句话，对你来说和噪音没有任何区别，你甚至无法判断那是语言还是风声。不是因为声音不够大，而是因为你的大脑里根本没有解码那套信息的算法。现在，把这个场景推向极致，高级文明传递信息的方式，可能是引力波的直接扰动，可能是量子纠缠的瞬时关联，可能是你根本无法命名的某种物理现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可能包含了10亿个维度的信息编码，而你可怜的3维碳基生物，连维度这个概念都只能在你那坨不到1公斤重的灰色物质的某个小小褶皱里艰难理解。你们之间的信息商交换趋近于0，这不是语言不通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是存在论层面的根本断裂。
你们甚至无法共享同一个现实。你眼中的物质，在他们眼中可能只是数学结构的某种投影。你所感受到的时间流逝，在他们眼中可能只是四维时空纤维上静止不动的一个截面。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如果高级文明真的出现，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答案是，他们可能根本不会看待我们，就像你不会看待你肠道里的细菌，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蔑视，而是因为你连他们的存在都无法感知，他们干嘛要关注你？这就是卡尔萨根所说的宇宙的冷漠，不是残忍，而是一种绝对的、无差别的、无可奈何的漠视。想象一下，如果此刻有一只蚂蚁突然开口说话，向你解释它刚刚发现的一个惊天秘密，他们族群里的某只蚂蚁发现了如何搬运更大的面包屑，你会是什么反应？你可能会觉得有趣，可能会笑出声。然后呢，你会坐下来和它进行文明对话吗？不会，你只会继续走你的路。这就是我们和高级文明之间最可能的真实关系。第二章，黑暗森林的算力剥削。上一章我们聊的是沟通的不可能性，但你可能会想，就算无法沟通，高级文明总该看到我们吧？毕竟我们在宇宙中发射了那么多无线电信号，星际迷航里不曲速引擎吗？抱歉，还有真实的答案可能更加残酷。在高级文明眼中，我们甚至不是一个需要被清除的威胁，我们只是背景噪音。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概念：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物理学最坚硬的铁律之一，它告诉我们，宇宙的熵，也就是无序度，永远在增加。要维持任何形式的秩序，都需要消耗能量。想象一下你家的冰箱，它之所以能让内部保持低温，是因为它不断把热量从内部泵到外部。这个过程需要消耗电力，需要消耗能量。而宇宙本身就像一个不断升温的炉子，所有秩序都在不可逆地走向瓦解。现在想象一个掌握了星系能源的超级文明，他们可能拥有戴森球一种理论上可以包裹整颗恒星，收集起全部能量输出的超级结构。他们可能掌握着我们现在根本无法理解的能源利用方式。但无论科技多么发达，有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能量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熵增是不可逆的。这就意味着，高级文明的首要任务不是扩张，不是探索，而是节能。在你的手机后台，是不是有很多 App 在默默运行，消耗着你的电量和流量？你会一个个打开它们，仔细审视它们有没有威胁吗？不会，你只会选择一键清理。你甚至不知道它们具体是什么，你只知道它们消耗资源，它们是噪音。在高级文明眼中，人类就是这样一堆后台程序。我们引以为傲的广播信号，从二战时期的雷达波，到现在的手机通讯，再到那些雄心勃勃地射向深空的文明名片，在他们看来，只是宇宙背景辐射上的一点微小扰动，就像你在安静的图书馆里听到的远处一声咳嗽。你会把这声咳嗽当成威胁吗？不会，你只会皱皱眉头，祈祷它赶紧停下，最好永远别再发出声音。这就是黑暗森林理论的真正内核。它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游戏，而是一个关于算力优化的冷血经济学问题。高级文明
要维持一个高度有序的系统，需要消耗海量能量。任何偏离稳态的扰动，无论是其他文明的信号，还是某种可能失控的物理过程，都是潜在的熵增源头。对于理性到极致的高级文明来说，最优策略不是消灭所有威胁，而是把一切可能产生威胁的萌芽，在它们真正产生威胁之前就地降噪。人类发射的无线电波，在他们眼中就是这种需要被降噪的扰动。我们以为自己在呼唤朋友，实际上我们在人家窗户外头放鞭炮。而且你发现了吗？这个逻辑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根本不需要恶意。你踩死一只蚂蚁，需要仇恨蚂蚁吗？不需要。你只是不小心，或者说你只是正常走路。对于高级文明来说，清理我们可能就像你走路时踢开一颗挡路的石子，不是因为石子得罪了你，而是因为它在那个位置很不方便。这就是第2章的核心论点。高级文明对待人类，并非出于仇恨，甚至并非出于主动的清除意志，他们只是基于热力学效率的本能，做出了最经济的选择，顺手清理。而我们甚至不配被正式对待。第3章，感知的降维打击。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有点不舒服了。我们引以为傲的文明，我们引以为傲的智慧，在宇宙眼中竟然这么微不足道。但你可能还在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算高级文明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好歹我们也是碳基生命里的佼佼者吧。我们的科技再落后，好歹也是智慧生命啊。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个更残酷的事实：高级文明要毁灭我们，连动手都不需要，他们只需要动一个念头，而这个念头甚至不需要指向我们。让我们把视角切换到物理学。你可能听说过精细结构常数，这是物理学里一个极其神秘的数字，它的值约为137/1。就是这样一个小数，决定了原子是如何结合成分子的，决定了化学反应是如何进行的，决定了光是如何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如果这个数字稍微变一点点，哪怕只是变了0.1%，会发生什么？答案是，化学将不复存在，原子将不再能结合成分子。你体内每一个正在进行的生化反应，包括让你思考、让你感受、让你活着的那一切，将在瞬间停止。这不是死亡，死亡是一个过程，这是终结，彻底的、瞬间的、无可挽回的终结。你可能觉得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宇宙常数不是上帝设定的，它们是物理定律的一部分，怎么能说改就改？但请仔细想想，我们真的理解物理常数是什么吗？我们知道精细结构常数在宇宙中存在，我们也测量了它在不同方向、不同时间似乎略有差异。当然，这个争议目前还有争议，但关键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个值。在物理学的最前沿有一个终极问题，叫做宇宙学常数问题。为什么宇宙的膨胀速度恰好是让生命存在的那个值？如果它稍微大一点，宇宙会在形成之前就坍缩；如果它稍微小一点，宇宙会在形成之前就四分五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们的宇宙只是某种参数调优的结果，就像你在电脑上玩模拟城市，你可以调整难度、资源、天气，而真实宇宙的参数可能也是被某种力量
设定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高级文明要调整我们的宇宙，就像你我在游戏设置里改一个数值一样简单。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玩家，正在玩一款开放世界游戏，游戏里有一个 NPC 城市，你心血来潮想把重力调大一点，因为你觉得那样更有趣。于是你动了一下鼠标，然后呢？然后那个城市里的所有建筑会倒塌，所有人会摔倒，所有液体会根据新的物理规则重新分布。对于那个世界里的居民来说，这是灭顶之灾。但对于你来说，这只是一个设置界面的滑动条。这就是感知的降维打击的真正含义。高级文明不需要向我们发射激光，不需要投掷核武器，不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战争，他们只需要在更高的维度上做一些我们根本理解不了的操作，而这些操作的副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的终结。更可怕的是，这个过程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就像你在手机上调低了一个 app 的权限，你并没有仇恨那个 app， 你只是觉得它不需要那么多权限。但对于那个 app 来说，它的一部分功能从此永远消失了，而它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在宇宙的尺度上，我们可能连一个 app 都还算不上，我们只是某个超级程序里一行无关紧要的代码。某天，某个程序员或者某个运行中的 AI 随手优化了一下资源分配，于是这我们行代码连同我们这行代码所支撑的整个宇宙模拟，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蒸发在了数据流里。没有战争，没有爆炸，没有哀鸣，只是消失。因为消失本身对于那些根本感知不到我们存在的存在来说是零成本的。第4章，时间的屠宰场。如果说第3章让你感到了物理层面的绝望，那么第4章可能会让你在哲学层面彻底崩溃。因为我们要聊的是时间，那个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以为我们可以驾驭，以为它会为我们服务的东西。让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你是一部史诗电影的导演，你现在要拍摄一部关于人类文明的电影，从第一个原始人拿起石块到最后一个核反应堆冷却。这部电影的时长是2个小时，在你的剪辑台上，所有的时间都是等价的。2个小时的片长里，你可以随意倒带、快进、暂停、慢放。第一只南方古猿站起来的那个瞬间，和你按下原子弹按钮的那个瞬间，在剪辑软件里只是一帧与另一帧的距离，它们同等重要，也同等不重要。现在我要告诉你，这可能就是高级文明眼中的人类历史。在物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明可夫斯基时空，这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数学基础之一。它的核心思想是，时间不是一条流动的河流，而是和空间一样，只是时空这个4维结构里的一个维度，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只是4维时空上的不同坐标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站在4维空间里俯视3维世界，就像你从3维空间俯视2维平面一样，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条时间管，从宇宙大爆炸到热寂终点，整条时间线上所有事件都同时存在。恐龙灭绝和你的出生是这条时间管上2个同样静止的点。哥伦布发现
新大陆和马斯克发射火箭，是这条时间管上两个同样不动的截面，而你所谓的人生，从受精卵到死亡，只是这条时间管里一条极其细长的、扭曲的肉质纤维。它在你眼中是完整的、流动的、有意义的，但在更高维度的存在眼中，它只是一个静态的几何结构，和你桌子上的一根薯条没有本质区别。现在，让我们把这个类比再推进一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玩过的那种翻纸书吗？一本小本子，每一页都画着一个动作的连续帧，你快速翻动，就看到人物动了起来。对于纸上的人来说，时间在流动，他们在经历人生。但对于你那个翻书的人来说，所有画面都同时存在，你可以随意翻到任何一页，你可以把某一页撕掉，而其他人甚至不会注意到。这就是高级文明眼中的人类历史。在你的整个人生中，你可能会经历战争、革命、爱情、死亡、喜悦、绝望。这些对你来说如此真实，如此沉重，如此不可承受，但在高级文明眼中，它们只是四维时空纤维上的一些凸起和褶皱。它们可以随意切片，随意剪辑，随意删除，不是比喻，这就是相对论在数学上告诉我们的现实。你可能会问，就算时间在数学上是静止的，我们作为三维生物，不还是只能经历当下吗？高级文明就算有这个能力，他们干嘛要对我们动手？好问题，但请回想一下第3章的内容。高级文明要毁灭我们，可能根本不需要动手。他们在更高维度上的任何操作，无论是调整物理常数，还是优化某种能量场，还是仅仅是因为我们挡住了某个通道，都可能导致我们这条时间纤维的某一段突然消失。而消失的那段，可能是你爷爷的童年，可能是你的出生，可能是某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你在 PS 里用仿制图章工具轻轻一抹，那块区域从此不存在了，没有任何痕迹，没有任何记忆，你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因为失去的那段时间对于你来说从来就不存在。你的因果链会自发地重新编织，让一切看起来本来就是这样，细思极恐，不是吗？但请先别绝望，让我们继续往下走，因为事情在变好之前可能会变得更糟，但最终我们会找到一个出口。第5章，基因的牧场。如果说前4章是在摧毁你的宇宙观，那么第5章可能会让你开始怀疑你自己的身体，甚至怀疑你所谓的人生选择。让我们从一个悖论开始。1950年，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宇宙如此之大，恒星如此之多，星球上进化出智慧生命的概率再低，乘以那么大的基数，应该也该有很多外星文明才对啊。那他们在哪儿？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费米悖论，它困扰了科学家们几十年。人们提出了无数可能的解释，他们不喜欢旅行，他们已经灭亡，他们藏在暗物质里，他们不想打扰我们，但每一个解释都有巨大的漏洞。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外星文明的可靠证据。一个细思极恐的解释是大过滤器。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宇宙中可能存在某种过滤器，一道所有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坎。大多数文明会在这个阶段灭亡，只有极少数能够升级通过。
而我们人类可能正站在这道坎前面。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过滤器，它的本质是什么？一种可能是技术自毁，文明在发展出足够先进的科技之后，最终会自我毁灭，核战争、气候灾难、人工智能失控。但这个解释让我们无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已经通过的文明？另一种更让人毛骨悚然的可能是，它们根本不是自然通过的，而是被设定成这样的，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我们以为我们知道的概念——进化。我们以为进化是随机的基因突变、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地球上所有生命都使用相同的 DNA 编码？为什么所有生命的底层化学基础都是碳和水？为什么智能这种能够理解宇宙的能力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些巧合在统计学上几乎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接受人本原理，即我们存在的这个宇宙必须允许我们存在，那一切就都解释通了。但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我们的进化可能不是自然的，而是被设计的。就像一个程序员写了一个模拟生命进化的程序，程序里成千上万的虚拟生物在随机变异，互相竞争，优胜劣汰。程序员并不关心哪个具体的小生物活下来了，他只关心这个系统能否最终演化出智能，能够理解代码本身的智能。如果你是那个程序员，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会在系统里设置一些上限，让这些虚拟生物的脑容量永远达不到某个阈值，让他们的寿命永远太短，让他们的注意力永远被生存压力占据。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真正觉醒，永远不会发现自己是程序的一部分。他们会永远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以为自己在追求幸福，以为自己的人生充满意义。这就是第5章的核心论点。我们引以为傲的智慧，可能只是一个被设定好的上限。我们以为自己在进化，实际上，我们只是在一座被围栏围住的草原上奔跑的鹿。我们以为自己在探索世界，实际上，我们从未离开过牧场，而围栏外面是更高维度的农场主，他们可能根本不需要杀死我们，他们只需要确保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真正的宇宙真相。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科学，我们引以为傲的一切，都只是牧场里的饲料而已。我们以为自己在攀登知识的高峰，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打转。我们以为自己在探索宇宙，实际上，我们连宇宙的围栏都看不见。这就是被逻辑锁死的进化动物园的真正含义。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能力本身就是被设计好的。第6章，逻辑死局。好的，现在我们已经走了很远，让我们喘口气，然后进入最后一段核心内容。前面5章，我们聊了沟通的不可能，算力剥削的漠视，物理层面的脆弱，时间层面的无助，以及进化层面的囚禁。每一个章节都在把人类从一个骄傲的文明打压成宇宙的边缘角色，但所有这些还不是最让人崩溃的。第6章要聊的是终极问题：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现实，它本身是真实的吗？你可能听说过模拟假设，这是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
如果宇宙是一台超级计算机的模拟，那么从内部，你无法证明它是假的，因为假的东西在内部和真的没有任何区别。这个想法曾经只是哲学思辨，但近年来，随着量子计算的兴起，随着我们对宇宙本质的理解越来越深入，它正在从玄学变成科学假说。关键在于一个物理定律——兰道尔原理。这是信息论里的一条基本原则：抹除1比特信息，需要消耗至少克塔伦2的能量。克是波尔兹曼常数， T 是温度。换句话说，信息的处理，也就是计算，是需要付出能量代价的。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你正在看的这个视频，它的每一个像素、每一帧画面、每一声背景音乐，它们都需要计算机计算出来。一台性能有限的计算机，如果要模拟一个无限精细的宇宙，它会怎么做？它会偷懒，也就是按需加载。想象一下，你在一款开放世界游戏里，远处的山脉，你看起来是连绵起伏，细节丰富，但当你真的走近，你会发现那只是一张贴图。游戏引擎只在你的视野范围内加载高精度模型，而对于你根本看不到的地方，它只渲染一些简单的色块。这就是按需加载，一种在算力有限的条件下模拟无限细节的常用技术。现在把这个逻辑推向极致，如果我们的宇宙是一台超级计算机的模拟，而这台计算机的算力不是无限的，那么它会怎么做？它会在宏观尺度上使用粗粒化处理，而在微观尺度上，特别是那些我们永远无法直接观测的尺度，使用概率波函数来偷懒。那些我们以为测不准的量子现象，可能不是因为物理学本质上是概率性的，而是因为计算机在节省算力，它只在我们观测的时候才真正计算出确定的结果。而我们作为被模拟的对象，我们以为我们在自由思考，我们以为我们的痛苦和快乐是真实的情感，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只是某些计算单元里的临时变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高级文明是什么？他们不是外星人，他们是模拟器的管理员。我们以为他们是另一个文明，和我们一样，在宇宙中进化、发展、科技进步，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就是站在模拟器外面的程序员。他们看着我们在屏幕里挣扎、繁衍、发明互联网、登上月球，就像你看着你创造的模拟人生。小人忙忙碌碌，而我们存在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为了节省算力。因为一个持续运行的模拟需要不断分配资源。如果这个模拟里诞生了真正的智慧，能够自主思考，能够质疑自身存在，能够试图破解模拟的代码，那么这个模拟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最好的策略是什么？不是杀死这些试图觉醒的个体，那样会导致模拟崩溃，而是给他们设置一个上限，让他们的智力永远停留在能够解决问题，但无法质疑问题本身的层面。这听起来耳熟吗？对了，第5章我们刚刚聊过，而现在第6章给出了最终答案。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高级文明，那个我们以为是外星生物的存在，我们会发现，我们根本不是遇到了另一个文明。我们会发现，我们只是发现了模拟的边界。然后呢？然后你心中可能会升起一个巨大的疑问：那我呢？
我现在的思考，我现在的怀疑，我现在的恐惧，这些也是被设定好的吗？我以为我在自主思考的这一切，其实只是一段程序在自动运行吗？这是一个逻辑死局，你无法从内部证明，也无法从内部证伪。但好消息是，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一个出口。第7章，存在主义的终极升华。终于，我们走到了最后一段。我知道，过去的1个小时里，我带着你走了一段非常黑暗的路。我们聊了沟通的不可能，聊了被彻底无视的命运，聊了物理层面的脆弱，聊了时间层面的定格，聊了进化层面的囚禁，聊了模拟层面的绝望。你的内心可能已经沉入了谷底，但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一个在所有这些绝望之后仍然存在的问题。那又怎样？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可能曾经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有的大人都围着你转，宇宙为你而存在，你的喜怒哀乐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然后你长大了，你发现世界很大，你只是几十亿人中的一个，你的痛苦没有人在意，你的快乐转瞬即逝，你不再是宇宙的主角。这让你绝望了吗？大多数人的答案是没有。因为虽然我们不再是宇宙的主角，但我们仍然是我们自己人生的主角。我们仍然可以追求幸福，我们仍然可以体验爱与被爱，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个下午的阳光里感受到真实的温暖。宇宙冷漠的真相并没有让我们绝望，它让我们自由。现在，让我们把同样的逻辑再推进一层。如果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真的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尘埃，甚至连尘埃都不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更高的存在在评判我们，没有上帝在看着我们，记下我们的每一笔善行和恶行，没有外星文明在评估我们，判定我们是该被保留还是该被清除，没有宇宙法则在给我们打分，说你及格还是不合格，一切都只是存在。你今晚的这次入睡，可能只是宇宙熵增过程中的一次微小波动，你的梦境可能只是某些电信号在随机放电。你的人生意义，你寻找了大半辈子的那个答案，可能根本不存在于任何客观的地方。但也正因为如此，你可以自由地创造你自己的意义。这不是自我欺骗，这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存在主义自由。想象一下，你在一片废墟中醒来，周围的一切都崩塌了。你曾经拥有的那些标签，你的社会身份，你的家庭角色，你的事业成就，全部化为乌有。在废墟中，你会做什么？有2种可能，一种是你跪在废墟里哭嚎，咒骂命运的不公，怀念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然后呢？然后你饿死在那里。另一种是你站起来环顾四周，然后开始寻找任何可以利用的残骸，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任何可以重新点燃希望的小小火星。然后你开始重建，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使命，而是因为重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你存在的证明。这就是在废墟上起舞的尘埃的真正含义。我们不是宇宙的主角，但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演好主角的戏份。
我们可以只是做我们自己，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爱就去爱，想思考就去思考。我们不需要向任何更高的存在解释自己，不需要获得任何批准才能存在。这就是自由，彻底的、无条件的、无法被剥夺的自由。而且让我们再想一层，如果我们真的是某种模拟的产物，那又怎样？就算我们的痛苦只是一段代码在运行，那段代码它感觉到了痛苦，它就不是痛苦了吗？你可以说，一杯热水在炉子上沸腾，它的痛苦是真实的吗？它的水分子在剧烈运动，在撞击容器壁，在发出尖笑声，但我们不会说它在受苦，因为它的痛苦只是物理现象，没有意识。但你不同，你知道你在痛，你知道你在怕，你知道你在绝望。这种知道本身，这种主观体验，它可能是假的吗？无论你的身体是什么构成的，无论你的意识是基于碳基神经网络，还是基于硅基电路，只要你感受到了，那就是真实的。你的痛苦是你的，你的快乐是你的，你的恐惧是你的，你的希望是你的。没有任何更高级的实在可以否定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最后要到达的地方。承认人类的微不足道，不是绝望的终点，而是自由的起点。正是因为我们在宏大叙事中毫无意义，我们才拥有了定义自己微观幸福的绝对主权。今晚，你会在这个声音中入睡。你可能会做一个梦，梦里你站在宇宙的边缘，看着星河在你面前展开，然后你轻轻笑了一声，不是因为你觉得这很好笑，而是因为你终于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焦虑的、恐惧的、彻夜难眠的宇宙问题，其实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你只是一个短暂的、脆弱的、渺小的存在，但你存在过，你感受过，你思考过，而这些是任何高级文明、任何宇宙法则、任何模拟程序都无法从你身上夺走的东西。晚安。好了，今天的旅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不知道听完之后，你的内心是平静了，还是更加波涛汹涌了。但如果你愿意，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在你眼中，宇宙是冷漠的还是温暖的？你觉得人类的存在有意义吗？如果让你给10000光年外的某个存在捎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吧。我们不争辩，不说服，只是安静地分享。